这又是一起震碎三观的男童性侵案。教练只是给男孩做了拉伸，晚上下班时就遭遇了不测，竟然被人突然按进后备箱，用改锥狠狠爆了菊花，简直痛不欲生。然而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看见凶手的样貌，但肯定对方是个男人。对此，警察猜测袭击可能是出于报复，于是让他回想可疑的人。结果教练猜测是清洁工，因为对方曾闯进训练馆。就这样，警察将清洁工约翰逮捕了，并还查出了他有一堆前科。接着就让他坦白袭击教练的事，乃至约翰却装糊涂。不料警察有证据，直言你靴子上的血迹就是沾染教练的，还是老实交代吧。最后在警察的严刑拷问下，他才终于承认，但也大喊是因为教练猥亵学员，还录了像。而对此教练当然不承认了，可警察有约翰的指认，相信不是空穴来风。于是为了自证清白，教练主动交出了所有的教学录像。可不成想，警察看了90多个小时后，一点暧昧的行为也没发现，并且期间也走访了教练的其他学员。虽然大家不喜欢他，但也没说教练是性变态。可问题是约翰坚信自己说的是真的，不过目前来看可能是他误解教练了。随后警察又大胆猜测，既然约翰这么痛恨恋童癖，说不定自身就有过相同遭遇。于是为了弄清约翰的经历，警察来找了他的母亲打探。而据母亲讲述，儿子10几岁时曾被一名教练看中，对方甚至带他参加了露天训练营，可回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至今也不说为什么，显然肯定发生了些事，而本森对此却很有经验。 Somebody suffers a sexual abuse and they manage to function until there's a trigger. He sees Coach Alexei touch a boy and it sets him off. 这也许就是这件案子的合理解释了。不过接下来警方又要调查约翰被性侵的事，而这才是变态案件的开始。随后警察就来找了当初的马丁教练，果然老头还记得小约翰，于是警察就开门见山了，问训练营里有没有人猥亵过他。不料老头竟义正言辞地表示，绝不允许有辅导员对孩子起歪心眼，言下之意就是否认了，并对约翰的遭遇表达了同情。却不料本森竟从他的话语里听出了不同的意味，断定老头就是恋童癖。随后就回派出所做了汇报。然而大队长却有疑惑，那怎么50年来都没人有过怨言？对此本森解释，马丁很会选择目标，他专挑那些承担了很多的单身母亲，而他们满怀感激，因为有人对他们陷入迷茫的孩子们感兴趣。同时其他人也有了发现，目前在马丁指导的孩子里面，已经有10几个人因为伤害罪、强奸罪和谋杀罪入狱了。所以据此推测，马丁肯定对小时候的他们做过什么，才导致他们长大后走上了歧途。因此要想调查出真相，可以从这些罪犯下手。但也有人提出他们不会承认被侵犯过的，因为不想被当作受害者，否则在牢里会被欺负的。不料阿曼达早已有了人选，就是即将被执行死刑的雷吉。对他来说现在什么也不重要了，他10天后就会被处死。但即使雷吉承认和约翰同班，却也不想谈及马丁教练，更不想回忆起他们任何一人。于是警察就从他的案子入手，直言你是因入室抢劫而发展成的谋杀罪。庭审时他们说你们不认识，这其中还有内幕吗？不料雷吉竟称说了也没用，我确实杀了他。接着就让警察滚蛋。没想到死刑犯也不想提及被侵犯的事，可警方并没有就此放弃，立马就来找了著名的民权律师，希望他为雷吉辩护。因为本森发现雷吉的谋杀案有一点。Okay, the DA said that this was a robbery gone bad, but nothing was taken. And the man that he murdered had 2 prior solicitations for young black men. And this never came out at trial? And Reggie never referenced the sexual relationship? Probably too ashamed to admit it. 而这就大有问题了，雷吉的案子根本就没完全审清。随后本森就带着律师来见了雷吉，经过交谈后才得知，雷吉在开庭前1天才见到律师，根本没来得及提童年的遭遇，当然也没有说马丁训练营的事了。接着律师劝他说出真相，可雷吉已然放弃了，于是两人只好明言，我们已查到死者经常雇佣男童提供特殊服务，难道他碰巧雇你做一份零工？而眼见警察已经猜到真相，雷吉终于深吸一口气坦白了。First time I can remember, 5, maybe 6. My uncle put his mouth on me. He said, you're a big boy. This is what big boys do with men. 随后本森向律师转述了雷吉的经历。 After his uncle, it was his mother's boyfriend, him. And at 10, it was a teacher in school. Predators have radar. Hey, Schultz? 3 summers, and by the end, Schultz was passing him around to other men. So Reggie drops out of school. Where do you meet Stanford? Through a mutual friend. Danforth pays him for sex for over a year. Jobs. Until one night, Reggie comes over. After Danforth has finished with him, the door opens, and 3 other men walk into the garage. They work him over all night. The next day, Reggie comes back and kills Danforth. 并且最初的律师却告诉雷吉，陪审团不需要听这些，只让他撒谎自己根本不在那里。这一看就是当初的律师渎职，然而那个律师已经死了，所以目前想翻案很是困难。于是两人先向审理此案的检察官反映了这个情况，不料检察官却认为雷吉在编故事。尽管律师列举了种种疑点，可检察官就是岿然不动，并下了结论雷吉确实该死。
显然他根本不想犯案。然而就在本森愤愤不平之际，律师却抓住了关键。他认定检察官其实知道雷吉被性侵过，随后就以此为理由向法官举报检察机关渎职。因为检察官没有将这告诉辩方，就属于隐瞒证据。然而法官也不能仅凭几句话就决定，当即要求律师提供可靠证据。于是两人开始重新翻阅起了卷宗，试图找出线索。结果还真有了发现。犯罪现场的照片显示，死者身旁的血脚印有个缺口，明显当时那里有个什么东西，可庭审记录并没有记载。显然他们拿走了对己方不利的证据，这就得赶紧去问雷吉了，看他记不记得是什么。而雷吉称那是死者拍的照片，我第二天回去就是想让他把照片还给我，可他不肯。结果抢夺过程中照片掉了一地，我十分生气，我不想被人拍那种照片，于是就杀了他。谁知听了这话，本森立马意识到之前也有人给雷吉拍过照片，而这也得到了雷吉的证实，包括还有视频。他们说如果我泄密，就把那些全公布出去。既然已经掌握了丢失的证据，接着律师就起诉了检察官。首先他提问你是否知道雷吉从小就被多人性侵过，检察官则称他和辩方律师都没提过。接着律师又问你知道雷吉和死者之间的关系吗？结果检察官不记得听说过。然而律师又指出，可当时死者妻子指认他是丈夫的零工。见状，检察官赶紧装糊涂搪塞了过去。于是律师就出示了血脚印的缺口。谁知检察官称不知那里缺了什么，不料律师又追问有警探告诉过你那里是照片吗？可以作为死者与雷吉发生性关系的证据。检察官当然否认了。Because if he had, you would have turned that over to the defense. Of course. So just to recap, you didn't investigate Mr. Danforth's criminal history of soliciting young men. You knew nothing about Mr. Rhodes' history of sexual abuse, and you knew nothing about Mr. Danforth paying Mr. Rhodes for sex. To the best of my recollection. And you did not intentionally hide any of t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defense. Absolutely not. Is it possible that there was some negligence due to my inexperience? In hindsight, yes, but I would never purposefully withhold evidence to put a man on death row. 而律师要的就是这个保证。随后他抛出了杀手锏，居然是当年检察官向检察长汇报的私人信件，也不知律师是从哪搞来的。接着就让检察官当庭读出来，这下检察官的脸都绿了，竟试图请求法官不要批准。律师当然不同意了，而法官也支持律师。没办法，检察官只能硬着头皮读了起来。Further notes on the faggot squad. Reggie Rhodes' odd jobs for Danforth may refer to sexual favors. And at the bottom, Enclosed envelope contains photos found at scene. Sexually explicit images of victim and defendant. 然后律师拿过来了附件信封，不料检察官还想狡辩，可律师不惯着，只让他开信封验证。检察官当然不敢，最后在律师的逼问下，他彻底无话可说了。you didn't share these with anyone. But your supervisor, did you? No. 既然他承认了，那就坐实了隐瞒证据了。最终法官判决检察官属于严重渎职，准许雷吉暂缓执行死刑。他的死刑判决将在2天后过期。这下警方终于取得了胜利，而有了这个好的开始，接下来争取案件重审也是大有可能。起码雷吉不会再被判死刑了。而既然雷吉以前也被拍过视频，那约翰肯定也一样了。果然，他也承认被马丁录了视频，还被威胁如果告密就公布出去。可即使约翰指控了马丁，但诉讼时效也已经过了。然而尼克提出持有儿童色情作品罪可没有时效，就冲马丁清楚记得约翰当年的穿着，可以断定他应该经常拿出视频观看。于是下一秒警察就搜查了马丁的小屋，但可惜的是录像带已经被处理了。谁知就在这时，留守的学生爆料，你们走后的第2天，马丁就让我把录像带都烧了，有好多箱呢。而这让警察很是郁闷，晚来了一步。哪知这时男孩又大喘气，称太多了，我还没烧完呢。这简直是柳暗花明。接着就搜出了那些剩下的录像带，不料这时马丁也回来了，竟大吼大叫，让警察滚出去。可警察有搜查令，哪知马丁竟反驳这是我房子的搜查令，不是仓库的，你们找到的东西都是非法证据。然而警察也提醒他，上面写的是地产，不是房子。老头顿时傻眼了，却又把怒火转向了学生，但一切都已经晚了。随后警察就将他给逮捕了。最终马丁被送进了监狱，而这一幕恰巧被约翰看到了。没想到老头终于有了这一天，约翰的心里也终于有了些许安慰。